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？每周固定花时间去按摩，但是每次按完之后，肩颈酸痛又反复发作，尤其背单肩包的时候，肩颈这边更会痛到都受不了。这种反复发作的肩颈酸痛，如果再加上背单肩包，肩膀会更痛，那你的肩膀可能已经太垂喽。不过跟你讲个好消息，这部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你看哦，像现在两边的肩膀已经下垂的话，肌肉是不是就处于被拉紧的状态啊？然后你觉得肩膀很紧，所以你去按摩它，它还是很紧的啊，而且反而按完之后，肌肉放松了，肩膀就更垂了，肌肉就被拉得更长更紧。这条被拉得太长的肌肉，即使你不断的去按摩它，它也没办法恢复原本健康的状态。那要怎么样分辨自己是普通的肩颈酸痛，还是垂肩造成的肩颈酸痛呢？我们可以照一下镜子，看两个地方就好。从正面看，你的肩膀还有锁骨有没有越往外越下垂？精准的讲，大概就是水平线往下20度。没办法量的话，用看就可以了。从侧面看，脖子有没有看起来特别的长，像是天鹅脖一样？如果这两点都有中，加上你又有反复发作的肩颈酸痛 ，OK， 那你就是典型的垂肩咯。垂肩好像很常见，而且大家都说耸肩不好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垂肩的时候，你的肩胛骨正处于下旋还有下压的状态，这个状态又会带来新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呢？接下来的影片就能给你答案，而且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颠覆你对肩颈酸痛的认知哦。垂肩为什么会肩颈酸痛呢？跟我做个小实验，把你的肩膀跟这个积木一样，用力的往下压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当你在压肩的时候，肩膀周围立刻变紧啦？这就是垂肩的时候，这些肌肉和关节正在承受的压力。当肩胛骨一直处于这种下旋下压的状态，橡皮筋代表的就是这群肌肉，上斜方肌还有提肩胛肌。这群肌肉太紧就会造成肩颈酸痛，甚至头痛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它们的位置，上斜方肌是从后脑勺延伸到肩膀的上缘，而提肩胛肌则是从颈椎连接到肩胛骨的上角。这两条肌肉本来的工作就是抬肩胛骨。但是在垂肩的时候，它们就像这条橡皮筋一样，不得不一直处于拉长的状态。那为了让肩膀不要脱臼，这些肌肉就必须不断的出力，把肩胛骨拉住。但肌肉在拉长的状态下是很难出力的哦，尤其是要一直出力。这就是垂肩的人会一直有严重肩颈酸痛的主要原因。更糟的是当这些肌肉长期被拉长，就会布满细小的撕裂。一时之间从外表其实看不出来，但拿显微镜来看它们的肌肉纤维，你会发现它们早就伤痕累累了。累积太多这样的撕裂伤，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，越来越拉不住肩膀。那你看这群肌肉的起点在哪？是不是在头上？所以这些肌肉没有力气，同时也会造成头前伸的这种体态。头的重量就跟保龄球差不多，当它向前倾的越多，脖子后的所有肌肉就得用更多的力气来拉住头，这样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垂肩的人常常会肩颈酸痛、头痛，甚至经常落枕的原因啦。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都是垂肩引起的连锁反应哦。除了肩颈酸痛，垂肩还会带来更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，比如手举不高。你试试看，先把肩膀往下压，再举手，手是不是就举不高啦？所以当肩胛骨长期处在下旋还有下压的位置，手往上抬的活动度就会受到影响。如果你还想要把手举高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想要拱腰，甚至耸肩或者是侧弯，这就是用其他的关节活动度代偿了肩膀的活动度。然后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再去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是网球什么的，就是用一堆代偿在运动，那当然就会有一大堆的运动伤害啦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状态卡太久，就会变成肩胛肌症候群，破坏肩胛肱骨节律，最后就发展成肌腱钙化，这可就麻烦大了。所以到这边你应该就能知道，为什么单纯的按摩还有放松效果有限，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肌肉太紧了，而是肩胛骨的活动出了问题。解决垂肩造成的肩颈酸痛，关键切入点应该是在让肩胛骨重新学会耸肩还有上旋的动作。你现在可以试试看，手抱在后脑勺，加上耸肩，维持10秒。这个动作就是垂肩的反向动作，把肩胛骨上旋上抬。
如果10秒之后啊，你就感觉到，酸痛怎么减少了很多，那你的垂肩问题最好快点解决比较好哦。要解决垂肩的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垂肩的呢？首先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耸肩不好嘛，那健身的时候啊，都会矫枉过正，变成习惯性的压肩，甚至还会特别训练压肩的动作。虽然避免耸肩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在。压肩压过头，反而会破坏肩膀原有的活动节律，变成垂肩。再来啊，第2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包包都背在同一边。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，其实对身体来讲并不小哦。因为总是都把包包背在同一侧的话，这边的肩膀就会慢慢的被往下拉，两边的肩膀就变成高低肩了。为了让高低肩恢复平衡，身体会自动代偿。每个人代偿的状态都不一样，有的人的肩膀是越来越垂，那有些人反而是会越来越耸。不管是垂肩还是耸肩，都不是好现象，因为只要肌肉失衡，酸痛就会找上门。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。每次出门都换不同边背包包就好了，让每边肩膀平均受力。只要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就能预防很多可能会发生的大问题。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给你几个能帮垂肩怪找回肩胛活动度的训练动作。耸肩训练：初阶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头顶长高，双手放在身体两边，打开30度，上臂前臂往耳朵的方向耸肩。这个位置可以很好的诱发上斜方肌，让肩膀尽量接近耳朵。到底时停3秒，再慢慢放下来，反复10下，每天做3组。做动作的时候越慢越好，肩膀不要越耸肩越往前哦，直上直下就好。进阶，准备一个杠铃。我现在拿的这个是白刃的可调式杠铃，你别看它体积小，只占半平空间，但功能完全不输给传统的整组杠铃。最方便的是每次重量调整只要几秒内，训练中要换重量完全不会打乱节奏，实际用起来比想象中的要方便很多。双脚与肩同宽，头顶长高，双手往外展30度。握住杠铃的这个位置，可以很好的诱发上斜方肌。如果没有杠铃的话，可以准备一只扫把，再加重量就好。耸肩的时候，肩膀不要往前耸起，保持在最高点，停3秒，慢慢放下来。可以的话，慢慢增加重量。肩膀上旋训练，初阶。接着我们要来训练前锯肌。训练前锯肌可以改善肩胛骨过度下旋的问题。一开始4足跪姿，髋关节在膝盖上方，手腕的位置放在肩膀上方一点，手肘维持中立位，不要过度打直，腋下夹紧。一开始让肩胛骨往脊椎靠近。身体往地板靠近3秒，手推地板，让身体离开地板。推到底的时候，避免背过度拱起。只要肩胛骨有往两边移动就好。这个动作叫做肩胛骨前引。如果你的背特别容易拱起失控，可以加上颈椎往头顶延伸这个口令，这样可以让胸椎回到中立位。手持续推地板，维持肩胛骨前引。一边推一边把身体往脚跟靠近。前锯肌在做的动作就是肩胛骨上旋以及肩胛骨前引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就可以同时训练到2个前锯肌的动作啦。推到底，停3秒，再慢慢的用手掌的力量把身体拉回来。过程中都要保持手推地板，身体往后；手拉地板，身体往前的动作。反复12下，每天做3组。进阶，熟悉之后可以把膝盖抬离地板，增加重量，重复一样的动作，腋下夹击，让肩胛骨往脊椎靠近，身体往地板靠近。接着手推地板，让身体离开地板。推到底的时候，避免背拱起，只要肩胛骨有往两边移动就好。
接着手持续推地板，维持肩胛骨前引，一边推一边把身体往脚跟靠近，再慢慢拉回来，重复12下，1天做3组。弹力带举手训练，一开始坐着，将弹力带压在屁股下，手肘往前125度后，再往外打开30度，吸气，吐气，肚子硬硬的，肋骨不外翻，将弹力带拉往天花板，过程中手肘都不要往下掉哦。当手肘伸直的时候，腰椎会容易拱起，这时候尽量用力吐气，让肋骨对准骨盆，避免肋骨外翻。12下1组，1天做3组。这款可调式壶铃的设计很贴心，只要轻轻旋转这个按钮，就可以在4.5公斤到13.6公斤之间切换。我特别喜欢它的弧面设计，侧推坐骑，出街。一开始侧躺，双脚弯曲，将壶铃放在身体侧边，用手握住，掌心朝前，将壶铃往天花板推。在推的当下，肱骨不要出现前移，也不要耸肩。一路往上推到肩关节正上方，维持3秒后，再慢慢放下来。反复12次，1天做3组。进阶，熟悉动作之后，一脚弯曲，一脚伸直，用手往上推的力量，慢慢做起来。全程肩膀都要往上，一直推壶铃，一路把壶铃推到头顶上。这动作是很好的肩胛骨稳定训练，一边训练肩胛骨周围的稳定肌，也可以一边提升肩胛骨上旋的活动度哦。这组可调式哑铃从2.2到11.3公斤，两个加起来只占0.6平，重量切换也是超快，几秒内就搞定。如果你想在家里好好运动，又希望保持居家空间的整洁美感，真的很推荐你来用用看这组哦。肩胛举手，站着拿一个哑铃，将手臂外展90度后，再往内30度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呢就是肩胛平面。这动作一样可以训练到肩胛骨上旋，加上一点负重，先稳定肩胛骨，再慢慢的举高，直到150度。在这个范围训练前锯肌，可以更加活化它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不要过度耸肩和压肩，维持肩胛骨的稳定，动作越慢越好。一组12次，1天做3组。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训练方式——镜子意象训练。这个训练特别重要，因为当我们长期保持不好的姿势，大脑会慢慢的把错误的姿势当成正常。训练方式很简单，找一面镜子，想象有一条线从头顶往上拉，接着耸肩、压肩，放在中立位，维持这个姿势10秒，同时感受这个正中的姿势。建议每天早晚各练习3到5次，每次维持10秒。记住，动作要轻柔，重点是感受，而不是刻意的摆姿势。透过持续练习，好的姿势就会变成自然的习惯。从这部影片你知道了，垂肩问题其实很常见，也是很多肩颈酸痛、头痛发作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当你发现每天按摩都没有办法解决肩颈酸痛的时候，可以用前面讲的方法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垂肩。垂肩可以靠耸肩、肩膀上旋、弹力带举手、侧卧坐骑，还有镜像训练来练习，让肩膀恢复中立位，找回肩胛肱骨节律。
最后别忘了避免过度的压肩，并且轮流换边背包。简单的来说只要肩胛骨的活动度正常，就能解决大多数肩颈酸痛的问题。也许你已经习惯了每天酸痛，甚至习惯成自然了。拜托千万不要觉得痛是理所当然的。当你越理解自己的生活，帮自己的大脑建立起反向动作的思维框架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，只要用心观察，人人都可以帮自己改善健康。当然，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，但是每天都给自己一点小小的进步，日积月累，水滴石穿，你也能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。变健康最简单的方法，可以先帮我从这部影片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开始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